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10年后的自己在哪里呢？20年后、30年后的自己又在哪里呢？而我们最终老的时候，要迎接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人又在哪里？我原本并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，而我以前也顶多只能够想到自己2年后、3年后可能会在哪里，没有想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。最近因缘际会开始想这个问题，这一想虽然没有想出什么头绪，但倒是想到了几个我不想让它发生的坏结局，比方说我孤独终老，心里也不甘寂寞，或者是我流离失所，病痛缠身，整个健康状况非常的糟糕。所以呢，我开始设法远离这样的结局。不知道各位最后想要有什么样的结局呢？今天聊的就是终局思维。为了一个可能的结局，我们现在开始会做些什么来达成那些结局呢？或者避开那些坏结局呢？这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导向，只是我想把重点放在我们的终局，我们的最后一幕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。如果人生是一场戏，那么你的结局想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终局是这个场景的最后一幕。看短的时间，你会想到成果导向，你会想到以终为始；长来看，是你想要在什么光景下迎接一生的结尾。想象我们自己老的时候，是活蹦乱跳还是病痛缠身？我们是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老，还是有健康的家庭或人际关系？你是很无聊，每天生活都不知道要干嘛，还是每一天都期待能够再多活一天，好好的过完今天呢？你是人就带给世界价值，还是根本没有人在乎你存不存在？那各位千万不要活成所有的人都希望你不存在哦，这非常的糟糕，而且那个糟糕的来源就是你。好，千万不要活成这样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还愿意挽救的话，你就努力去改变你自己，努力去改变你的心态跟做人的方式，让别人接纳你的存在。那么这样的结局是可以改变的，希望你加油。好，如果我们仔细去想这个问题，仔细去思考自己老后的情境，你也许会感到恐惧或者期待，那也有可能是毫无感觉了哦。但对于那些因此有动力想要避免不好结局发生，或者想要追求完满结局的人，这几分钟应该就有价值了。也许在你的心中已经有一些画面浮现出来，这个画面让你有一些情绪产生吗？让你有一些期待或害怕吗？为了处理这些你产生的情绪，你产生的担忧或期待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到终局的来临，这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准备期。我们的现在取决于我们的原生环境和过去的行为累积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会迎接怎样的未来，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行为累积。我看过不少朋友平常最喜欢的就是抓着手机玩游戏，或者做一些不知所云的事情。你问他平常在干什么，他说不出来，就好像他的人生消失了一段时间。问他们下班以后怎么休闲也是打游戏、看漫画、看小说、看剧，滑 IG 滑社交媒体，或者是跟朋友找地方打卡吃饭、喝酒、唱歌。说好听点，这个是抓紧时间放松，享受人生，享受少有的娱乐时光。但他们又不像某些特定族群，对于自己未来要承受的代价有清晰的认识，而且坦然接受。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应灵敏，未来有的是机会，或者自己青春还在，未来有的是时间。等到反应过来以后，已经好几个年头过去了，生涯发展没有起色，今年跟5年前相见完全没有变化，健康检查倒是越来越多数字不及格。我们都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我自己也是一个过来人。这期只有一个问题让大家带走：你敢面对你的终局吗？请你花一点时间思考一开始的提问，想想10年后、20年后、30年后自己在哪里，而终老的时候自己又在哪里，过着什么样的光景。也许我们很多人没有力气跟资源让自己成就最好最精彩的那个结局，但我们必须花力气避免向最坏发展的那些结局前进，而要往相反的地方努力。现在的安逸、借口跟摆烂，或者是胡作非为、恣意妄为去伤害身边的人，就是往坏结局发展的选项。如果你这样生活，就要有坏结局可能性大增的心理准备。你敢赌吗？赌了，你敢承受吗？你敢自己承受吗？还是最终你要拖累别人帮你承受呢？你有的就是你现在的时间跟精力，
如果你对未来有期望跟恐惧，你就要对你自己负责，去处理你的期望，去安抚你的恐惧。现在的安逸就是把问题丢给未来的自己，但是我们的筹码更少了，我们的时间更少，体力更差，更没有能力让自己维持在正向的螺旋。所以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。我们不一定要追求什么远大的理想，但我们需要花时间让自己好好的准备，以迎接我们想要迎接的终局，避开我们不想要成就的坏结局。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它其实并没有很远，可是可以有非常大的差别。希望这期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，让你好好的想要怎么迎接尾声。那么我是 Byron， 记得3连订阅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